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人一辈子不是输在没努力，而是输在努力的方向错了。有的人每天起早贪黑，钱却像手里的沙，越抓越漏。有的人对家人掏心掏肺，最后换来一句你烦不烦？有的人聪明到什么都看得懂，可是一辈子卡在脾气上。有的人表面很风光，开豪车，住大房，夜里却睡不着，因为夫妻不和，孩子不争气，身体也亮红灯。各位，我今天一开口就要讲重话。一个人最可怕的不是命苦，而是不知道自己苦在哪里。更可怕的是，老天爷已经给了你提醒，你还每天反着走。你明明是要离乡打拼的人，却天天窝在原地等亲戚帮忙。你明明是要慢慢积福的人，却天天看别人赚快钱就心痒。你明明是要晚婚才稳的人，却早早跳进婚姻里互相折磨。你明明最怕桃花，偏偏还以为自己魅力大。你明明最怕投机，偏偏还说这次一定翻本。各位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懂命。懂命的人走一步撞一步，撞痛了还怪天。懂命的人知道哪里是坑，知道哪里是桥，知道什么叫顺势，知道什么叫收手。所以今天我要把农历初1到30出生的人好好给大家讲一遍，不是让你贴标签，不是让你认命，也不是让你拿出生日期当借口，而是让你知道自己的性格里哪里是福，哪里是坑，哪里要进，哪里要退，哪里要修，哪里要断。你听完以后，不要只说准，你要问自己，我能不能改？常常有人跑来跟我说，老师，我这辈子怎么这么苦？父母不帮我，兄弟不靠我，朋友还骗我。我问他，你自己有没有站起来？他不说话。又有人说，老师，我孩子不听话，我一辈子为他操心。我问他，你是教孩子还是替孩子活？他也不说话。还有人说，老师，我一投资就亏，一做生意就被套。我问他，你是在做事业还是在赌气？他低头了。各位，人最怕的就是不肯看自己。今天这篇你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因为我不是在讲玄，我是在讲人性。命理如果离开做人，就变成吓人的东西；命理如果回到修心，就能变成改命的钥匙。先讲第一组，农历初2、初5、初8、初10、17、20出生的人，这一组我叫他们离乡成气格，也叫无伞奔跑命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一类人早年未必有厚厚的靠山，亲缘未必很深，家里未必给他安排好路，甚至很多人很小就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一直替你撑伞，你要活下去就要自己跑。可是各位，不要一听六亲缘浅就哭，错，老天爷是公平的，他不给你一个柔软的摇篮，常常是要给你一副硬骨头，他不给你一群人扶着你，常常是要逼你自己长出翅膀。我认识一个做餐饮供应链的老板，我们叫他阿坤。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，车停在巷口，车很贵，皮鞋擦得发亮。可是他一坐下来，肩膀是塌的，脸上没有一点喜气。他说，老师，我现在也算混出来了，手底下几十个人，仓库也有，门店也有，可是我心里很空。我15岁就出来打工，搬过煤气罐，洗过碗，睡过车站，最苦的时候一天吃1碗白饭。我现在回去孝顺父母，给他们钱，给他们买东西，他们跟我还是没几句话。兄弟姐妹开口就是借钱，我不给，
他们说我没良心，给了，他们也不亲，我是不是天生命里没有亲情？我看他是农历初8出生，我就对他说，你不要再把早年的苦当成天在亏你。初8的人脑子灵，眼力快，很会看人，也很会看场面。你这种本事不是在蜜罐里泡出来的，是在现实里摔出来。你小时候如果有人替你安排好一切，你今天不会有这股狠劲。你如果一直赖在家里，被父母照顾得舒舒服服，你的生存能力就长不出来。你今天能在商场上转得动，能低头，能忍，能抓机会，就是因为你早年没得靠，所以你不要恨那段路。那段路虽然苦，却是你的炉火，把你练出来了。初5出生的人也很像，初5的人聪明，反应快，福禄不浅，但亲友助力常常有限。很多初5的人年轻时会觉得，怎么别人有父母铺路，我没有；别人有亲戚介绍工作，我没有；别人遇事有人拉一把，我没有。各位，你如果是初5出生的，听我一句劝，不要再问为什么没有人扶你。你的手就是贵人，你的腿就是路，你的胆识就是本钱。你越早把依赖断掉，越早开运；你越早停止抱怨，越早聚财。我见过太多初5的人，20几岁苦，30几岁开始转，40岁后反而越做越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吃过苦，不怕苦，他没人靠，就不怕失去靠山。这种人一旦把方向找准，比那些从小被保护的人更能成事。初2出生的人气质常常比较温和，心思也细。男的多半有清秀之气，女的常常有灵动之气。可是初2的人不能被困住，他像一粒种子，要被风吹到更远一点的土里才会扎根。很多初2出生的人，小时候在家里并不一定特别受重视，或者觉得家里空间太小，心里总想出去看更大的地方。有个母亲来问我说，老师，我女儿农历初2出生，大学毕业以后非要去外地，她说不出去就觉得闷，我舍不得，怎么办？我说你舍不得也要放，她不是不要你，她是命里要出去见天地。初2的人越被绑，心越郁，越放出去，反而越懂事。等他在外面走一圈，吃过饭，见过人，受过委屈，他就知道家是什么。初10出生的人性格比较直，心里藏不住太多弯弯绕绕，做人爽快，讲义气。年轻时容易吃亏，因为别人一求他就心软，别人一夸他就多做，别人一装可怜他就拿钱。可是初10的人不要怕吃亏，吃亏要有底线，但不要把所有人都看成敌人。你年轻时的善意会变成你中年后的人脉，你年轻时帮过的人，到了关键时刻可能会回头帮你。问题是初10的人要学会分辨，帮人可以，替人背债不行，讲义气可以，被人牵着鼻子走不行。17出生的人，人生常有波折，好像刚看到一点亮，马上又来一阵风。事业刚起，家里有事，钱刚存，身体出问题，感情刚稳定，外面又起变化。所以17的人心里常常累，嘴上不说，心里想，我是不是被老天爷故意考验？告诉你，是考验，也是磨练。17的人最重要的是守正，不要因为一时不顺就去走捷径，不要因为看到别人发财快就去碰不干净的钱。你只要走正路，前半生的坎会变成后半生的经验。20出生的人性格里
有一股硬劲，遇事能扛，但运势也容易起伏。有时计划好好的，突然就变；有时身边人说好要帮你，临时又退。所以20的人要早一点学会预案，凡事不要只留一条路，钱不要全压一边，人不要全信一个，感情不要全靠幻想，这样你会稳很多。这一组人共同的禁忌是什么？就是怨天尤人，天天说父母没帮我，亲戚没帮我，伴侣不懂我，朋友不够义气。各位，你越怨，气越散，你越怨，眼睛越看不到机会。你要明白，离乡不是被抛弃，独立不是孤单。早年靠不到别人，不代表一辈子没有福，他只是告诉你，你要靠自己开第一扇门。只要你不偷懒，不走偏，贪快，不把苦变成恨，你中年以后会比很多人更稳。第二组，农历初四、11、14、16、18、21、23出生的人，这一组我叫他们聪明卡关格，也叫锋芒误己命。这类人最让人可惜，因为他们不是笨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多半有脑子、有能力、有眼光、有胆量，可是就是容易败在一个我字上。我对，我懂，我比你强，你们都不如我。各位，聪明如果没有德来配，就会变成祸；才华如果没有气度来装，就会露出来伤人。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母亲把他带来，40出头，学历很好，戴着眼镜，说话很快，眼神里全是不服。他母亲说：老师，我儿子小时候很聪明，读书不用人管，老师都夸，可是工作以后换了10几家公司，每次都说老板外行，同事笨，制度烂。现在在家里2年，天天上网骂人。我看他的生日农历16，我就跟他说，你不是怀才不遇，你是怀才伤人。16出生的人，理解力强，学东西快，年轻时很容易被夸，被夸多了就觉得世界应该围着你转。可是社会不是学校，公司不是考场，家庭也不是讲台，你不能一辈子只证明自己聪明。聪明的人如果不懂合作，最后没人跟你合作；聪明的人如果不懂尊重，最后没人尊重你。18出生的人，胆大，冲劲强，有执行力。很多18的人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，这本来是优点，可是最怕固执。别人提醒风险，他说你懂什么？伴侣好心劝他，他说你少管。朋友说慢一点，他说你胆小。各位，固执到最后就是自己把门关起来。一个人如果听不进好话，贵人来了也留不住。11出生的人脑子转得很快，看到机会也快，问题是容易变。今天看到这个行业好，就想冲，明天看到那个项目赚钱，又转向，后天听别人说某个投资翻倍，就把积蓄搬过去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心猿意马。财最怕心乱，你心一定，财才聚。你心乱，财就像鸟一样，停一下就飞走。初4出生的人，才气不弱，也比较勤学。中年以后常常会有贵人和机会，可是出世的人容易把好脾气留给外面，把坏脸色留给家人，在公司笑脸迎人，回家就沉着脸，在外面会说谢谢，回家连一句辛苦了都没有。你以为家人不会走？错，家人的心也会冷，家里的气一冷，人的运就会慢慢弱。14出生的人，敏感、聪慧，有审美，有悟性，但运势不算猛烈，必须靠长期积累，靠老师、
靠经验，靠一步一步爬上去。14的人最忌讳眼高手低，觉得自己看懂了就不练，觉得自己有天分就不下功夫。结果10年过去，别人笨笨的做出成绩，你聪明的还在原地。21出生的人意志强，不服输，赚钱胆子也大。很多21的人适合做事业，不怕压力，可是最怕投机心。越有胆子的人越要有规矩，没有规矩的胆子就是赌徒心理。我见过一个退休的老先生，农历21，年轻时很能干，退休后手里有一笔钱，本来可以安稳过日子，他偏偏天天研究股票，今天听群里说这个要涨，明天听朋友说那个能翻，亏了以后不甘心，又加码，最后几百万进去，睡不着，血压高，来问我是不是祖坟风水坏了。我说你不要什么都推给祖坟，你祖先在地下好好的，是你的贪念破了洞，钱不是这样来的。23出生的人，脑筋灵，反应快，但脾气急，定性不足。今天想做直播，明天想开店，后天想投资，做3天觉得没意思，又换。感情里也是，话说太快，情绪来太快，动不动就争，争完又后悔。各位，23的人最要练定一门技术，定一个方向，定一套规矩，也定一张嘴，该说的少说，气头上的话别说。这一组的解法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也很难。第一，少争；第二，慢说；第三，听劝；第四，远离投机；第五，把家人当贵人。聪明人最难的就是承认自己也会错，可是你只要愿意承认自己会错，运就开始转。你开口前慢一点，灾会少很多。你投资前问专业的人，钱会稳很多。你在家里多一句体谅，福会厚很多。你把锋芒收起来，不是叫你没本事，而是叫你让本事有地方落地。第三组，农历初三、15、19、25、28出生的人，这一组我叫他们家园修炼阁，也叫情关考验命。这一组人的功课往往不只在事业，而在婚姻，在子女，在亲情，在欲望。各位，家这个地方最悬，外面的事可以算账，家里的事很多时候算不清。你替孩子付出10次，孩子未必记得；你对伴侣忍10年，伴侣未必明白。你在外面风光，一回家还是一肚子委屈。为什么？因为家庭不是讲道理的地方，家庭是修心的地方。初三出生的人，外表常常还算平和，不一定天天吵，不一定闹得很难看，可是夫妻之间容易有暗气，就是话没说开，心没贴近，别人看你们好像没事，关起门来各睡各的心事。初三的人子女缘也要看淡一点，不是说没有子女福，而是不要把孩子抓太紧。很多初三的人会把自己的希望放到孩子身上，孩子成绩不好，你比他还痛苦；孩子不按你安排走，你觉得天塌了。告诉你，孩子不是你的作品，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，你越抓他越反，你越放宽他越愿意靠近。15出生的人心厚重情，愿意扛，尤其很多15出生的女性，一辈子为了家操劳，丈夫的事她管，孩子的事她管，公婆的事她管，娘家的事她也管，最后把自己累到满身病，还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可是15的人最大的危险就是溺爱和过度承担。有一位太太
穿得很体面，手上戴着玉镯，可是整个人坐下来就哭。他说儿子快30了，还不工作，赌博欠债，他一次一次替他还。丈夫气到不说话，家里快散了。他问我是不是孩子命不好，我说你先不要怪孩子命不好，你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把他惯坏。第一次闯祸，你替他挡了；第二次欠债，你替他还了；第三次他就知道，反正有人擦屁股。各位，溺爱不是爱，溺爱是害。15的人要学会狠心，该让孩子承担就让他承担，该拒绝就拒绝，该断钱就断钱，不要拿慈悲当借口。真正的慈悲是让他长大，不是让他永远像婴儿一样吸你的血。19出生的人，福气不浅，事业财运往往有机会，可是情欲观很重，尤其男人要特别小心桃花。很多19的人不是败在没能力，而是败在有能力以后管不住自己。外面应酬多了，暧昧多了，以为只是玩玩，结果身体出问题，婚姻出问题，事业也受影响。有个做工程的老板，农历19，早年一路顺，后来突然脸色发黑，精神很虚，家里也天天吵。他来问我是不是办公室风水不好，我看着他，问他你是不是外面关系太乱，他愣住了。我说你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，天知道，地知道，你自己的身体也知道。福报最怕漏，欲望就是最大的漏洞。你今天背着家人乱来，明天心神不宁，后天身体透支，大后天孩子都看不起你，这不是命理吓你，这是因果很现实。25出生的人比较重责任，也比较顾家，婚姻里常能得伴侣助力，尤其男性，如果娶到懂事的太太，事业会稳很多。25的人要懂得珍惜伴侣，不要把对方的付出当成应该。很多男人在外面给别人面子，回家对太太没耐心，错。太太是你家里的贵人，你对她不好，家里的财气就散。你愿意商量，愿意体谅，愿意把家当一回事，财库就稳。28出生的人最怕早婚，不是说不能结婚，而是时机要对。28的人年轻时心性容易摇，事业和身体也需要时间稳定。太早进入婚姻，容易因为现实压力、经济问题、婆媳问题、脾气问题而冲突。等到30以后，心定了，肩膀硬，看人准了，婚姻反而会好。所以28的人不要因为怕孤单就急着结婚，更不要因为别人催就随便选。婚姻不是赶车，错过一班还有下一班，做错一班会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。这一组要记住，爱要有边界，欲要有节制，家要有规矩。初3放宽，15历届，19收心，25惜缘，28等待。家庭运要好，不是靠摆一个什么东西，而是靠每个人说话有分寸，做事有底线，爱人有原则。第4组，农历初1、初6、初7、初9、12、13、22、24、26、27、29、30出生的人，这一组我叫他们厚德厚福格，也叫慢热巨福命。这类人有一个特点，不一定少年惊人，也不一定开始就风光。有的人看起来很普通，有的人年轻时甚至被人看轻，可是他们的福往往在后面，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东西叫能守能忍能积。初1出生的人天生有财气，尤其女性有旺家之相，
但你不要误会，旺家不是躺在家里钱就来，旺家是他懂得安排，懂得节制，懂得把小钱变成大用，把一个家慢慢经营起来。初一的人最怕什么？最怕因为自己有点财气，就开始大手大脚，或者把钱花在面子上。真正旺家的女人，不是穿得多贵，而是让家里越来越安稳。初六出生的人，兴趣多，学东西快，脑子活，但早年容易不专，今天喜欢这个，明天想学那个，容易3分钟热度。所以初六的人不要怕自己起步慢，你的路不是一开始就定死的，你要通过尝试找到真正能坚持的方向。一旦方向定住，中晚年会比年轻时好很多。初七出生的人福气不错，身体底子也常有优势，人缘不差，只是心性有时会变，情绪来了就任性，任性会消福。所以初期的人要练稳定，尤其在婚姻里，不要一不开心就说重话，不要一受委屈就要翻旧账。你少翻一次旧账，家里就少一团火。初九出生的人心地柔软，愿意帮人。少年和中年未必大富大贵，但晚年往往能安稳，因为他不太会把人逼到绝路，也不喜欢做亏心事。初九的人要注意，不要因为太软而被人利用。善良要有智慧，帮人要有尺度。12出生的人节俭温和，做事不铺张。有些人说12的人小气，我说你不懂，那叫守福。我见过一个老人，农历12被子省，衣服坏了补，饭菜不浪费，家里东西能用就用。邻居笑他寒酸，可是你看他晚年，孩子孝顺，身体也稳，手里还有存款。这就是懂得惜福的人。福不是给你挥霍的，福是给你懂得用。13出生的人，性格正直，亲和力强，人缘好，财运不弱。尤其女性常有富贵之气，但13的人不要因为人缘好就到处替人担保，不要因为别人几句好话就把钱借出去。你的善良要配上判断。22出生的人，守信，讲义气，做事有原则。年轻时容易吃亏，因为不愿意耍滑。可是越到后面，信用越值钱，别人一时赚了快钱，最后名声坏了，你慢慢做。名声在，朋友在，路就在。24出生的人，开朗专一，有理财观念，可是心软，容易被感情和人情拖住。有时明明知道对方不靠谱，还是不好意思拒绝。所以24的人要学会说不，拒绝一次该帮的忙，就是守住一次自己的福。26出生的人，慈和勤俭，不爱争，也不爱抢。年轻时不显眼，但人缘慢慢积累，贵人慢慢出现。很多26的人到中晚年反而稳，因为他平时没有结太多怨。27出生的人，努力机敏，会赚钱，但要注意守财。赚得到不代表留得住。你不要听别人说什么项目回报高就冲，不懂的行业不要进，看不清的人不要信。钱来的辛苦，就不要让他走得糊涂。29出生的人忠厚，有侠气，朋友有难愿意帮。婚姻上常得贤内助，但29的人要记住，帮朋友不能伤家庭，义气不能越过责任。一个人如果为了外人让家人受委屈，那不是义气，那是不懂轻重。30出生的人，聪明正直，心胸较宽，乐于助人，烦恼相对少。
因为他不容易钻牛角尖。但30的人也要注意，不要因为看得开就把该管的事不管。看得开不是放任，是有智慧的取舍。这一组的共同秘诀就是稳，别急着和别人比，别人20岁发财，你30岁稳；别人30岁暴富，你40岁后，别人一夜起来，也可能一夜掉下去。你慢慢积，反而不容易塌。各位，人生不是短跑，真正的福看的是后劲。现在很多人很急，刷到别人赚钱就焦虑，看到别人买房就焦虑，听说别人孩子上名校就焦虑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每个人的时辰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功课不一样，你拿别人的剧本来骂自己，当然痛苦。讲到这里，有人一定要问，老师，闰月出生怎么办？闰月是不是不准？我告诉你，不要把自己吓坏。闰月出生，就照你的农历日子看，闰6月初5就是初5，闰8月20就是20。闰月的人常有一种夹缝生长的韧性，环境未必最舒服，但生命力很强。别人遇到压力容易散，闰月的人常常还能撑。重点不是闰不闰，重点是你有没有顺着自己的性格去修。又有人问，剖腹产挑日子能不能改命？我说这个问题要谨慎。如果母子健康有风险，医生建议剖腹，那是顺势，是孩子以这样的方式来。如果一切都正常，只是为了挑一个所谓好时辰，硬要提前，我就不赞成。瓜熟蒂落才自然，瓜没熟就摘。你以为是聪明，可能反而乱了节气。不要把命理当成控制工具，命理是让人敬畏天地，不是让人算计天地。孩子真正的命，除了出生那一刻，还有后天的教养、父母的德行、家庭的气氛。你给孩子再好的时辰，天天在家里吵，天天给他错误示范，他也很难顺。你给孩子普通的时辰，但家里有爱、有规矩、有善念，他也能走出好路。还有人问，老师，如果我听完发现自己是破财型、感情型、孤独型，难道就完了吗？错，大错特错。命理不是判决书，命理是地图。地图告诉你前面有坑，你绕开，告诉你前面有河；你找桥，告诉你前面有雨，你带伞。这叫趋吉避凶，不是躺下认输。破财的人不碰赌，碰高杠杆，不贪高利，不替人乱担保，就能守住。桃花重的人守住边界，不玩暧昧，不欺骗伴侣，就能保福。亲缘浅的人不怨父母，不等兄弟，自己起身去闯，就能成。脾气硬的人学会听一句劝，很多灾就化掉。溺爱孩子的人学会说不，家就不会被拖垮。晚婚才稳的人不急不乱将就，就能少走很多冤枉路。所以你看，这些东西不是迷信，是做人，是分寸，是智慧。真正懂命的人不会拿命来吓自己，他会拿命来修自己。很多人学命理学歪了，听说自己哪天出生，就开始给自己找借口。我是初8，所以我跟家人不亲也没办法。我是21，所以我投机亏钱也正常。我是19，所以我桃花多是天生的。各位，这样讲就完了。你不是在知命，你是在纵容自己。知命是知道自己哪里容易错，然后更谨慎，不是知道自己容易错，然后继续错。
老天爷给你一张牌，不代表你只能这样打。真正厉害的人是把烂牌打顺，把硬路走软，把苦命修成福命。我常常讲，最好的风水不是山，不是水，不是摆件，不是家里放什么，不是办公室坐哪里。最好的风水是人心。你心正，住小屋也安；你心乱，住豪宅也烦。你孝顺父母，这是风水；你夫妻好好讲话，这是风水；你不骗朋友，这是风水；你赚钱不伤人，这是风水；你对孩子有原则，这是风水；你在别人困难时拉一把，这是风水；你在自己得意时不欺人，这更是风水。一个人如果天天贪，天天怨，天天骂，天天算计，家里摆再多吉祥物也没用，因为气从心来，心坏了，气就坏了；心顺了，气就顺了。所以最后我再给大家复盘一遍：初二、初五、初八、初十、17、20出生的人，别再抱怨靠山少，你们是离乡成器，无伞奔跑，越独立越开运，越靠自己越有路。父母帮少一点，不代表你没福；亲戚冷一点，代表你没路。你只要不怨、不懒、不走歪，中年以后自然见光。初4、11、14、16、18、21、23出生的人，不要仗着聪明乱来，你们要修谦卑、修慢、修听劝、修守财。聪明不是用来压人，是用来成事的；口才不是用来伤人的，是用来结缘；胆量不是用来赌博的，是用来承担的。初3、15、19、25、28出生的人，家庭就是你们的道场。初3要放宽，不要控制孩子和伴侣；15要立戒，不要把溺爱当慈悲；19要守御，不要把桃花当福气；25要惜缘，不要把伴侣的付出当然；28要等待，不要为了怕孤单而早早跳进错的婚姻。初1、初6、初7、初9、12、13、22、24、26、27、29、30出生的人，不要急着和别人比，你们是厚德厚福，福在稳，财在手，贵人在善。年轻时慢一点没关系，只要心正路稳，手不乱伸，嘴不乱说，后半生会越来越有味道。各位，一个人改命，从来不是突然天上掉一个贵人，而是你今天少发一次脾气，少贪一次便宜，少说一句恶话，少碰一次不该碰的关系，多尽一次孝，多守一次信，多给家人一点耐心，多给自己一点清醒。日子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赚。很多人想一步登天，告诉你，天梯不是给贪心的人走，福报也不是给侥幸的人拿的。你要稳稳做，正正的走，慢慢的修，命就会越来越顺。今天听完以后，你不要只在评论区说准，你要真的回去做一点改变。你是离乡成器的人，就从今天开始停止抱怨，去学本事，去找路，去靠自己。你是聪明卡关的人，就从今天开始少争一句，少赌一次，听一次劝。你是家园修炼的人，就从今天开始好好说话，立好边界，守住婚姻，管好欲望。你是厚德厚福的人，就从今天开始继续守信，继续勤俭，继续行善，别羡慕快钱，别被浮华带乱。最后我想问你，你是农历哪一天出生？
你觉得自己最像哪一种命格？是离乡成器，还是聪明卡关？是家园修炼，还是厚德厚福？你这些年最大的坎是钱，是婚姻，是孩子，是脾气，还是心里的怨？如果你愿意，就在评论区写下来，也可以留下4个字：心存善念。不是为了做样子，而是提醒自己，从今天开始把心摆正。愿每一个听到这里的人都能知命不认命，修心能改运，把苦路走成宽路，把旧愿化成心福。喜欢这种把国学讲成生活智慧的内容，记得订阅频道。下一期我们继续聊，为什么有的人越聪明越败运，有的人看起来笨，最后却越过越好。真正决定你晚年福气的，不是嘴上说了多少道理，而是这一生到底积了多少德。